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年过半百，回头看看，才发现很多钱花得毫无意义。以下这些消费，或是短暂冲动，或是虚荣心作祟，最终大多都沦为鸡肋。如果早些明白这些道理，或许能省下一笔不小的财富。一、过度奢华的婚戒。婚戒的意义在于承诺，而不是价格。昂贵的钻戒戴不了几次，多数时间都收在盒子里。真正的幸福不是靠一颗钻石来衡量的。二、景区纪念品。那些刻着名字的石头、木雕、劣质摆件，买回家后不是落灰就是进垃圾桶。不如多拍几张照片，既有回忆，又不占地方。三、老同学聚会。多年不联系的同学突然组局，免不了互相攀比。饭局里聊的不是谁过得好，而是谁混得更差。抢着买单，别人只会觉得你要面子，真正的朋友无需这种社交负担。四、轻奢珠宝和名牌包。买的时候觉得有品味，卖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不值钱。除非是经典款、保值率高的黄金首饰，否则大多数轻奢品牌不过是智商税。至于奢侈品包，不管买多少，真正日常用的可能就那么一两个。五、高成本不适龄的亲子旅行。3、4岁的孩子全程要抱，吃喝拉撒全靠大人操心，旅行变成体力活。等孩子大点，真正能体验旅行的意义时，再带他们去见识世界更划算。六、美容院充值卡。办卡时承诺无限次护理，结果每次去都有新项目推销，办完卡才发现，不办新项目就等于被冷落。花钱买罪受，不如自己买点靠谱的护肤品，在家护理。七、大包装日化用品。看似划算的2L 洗发水、5000克沐浴露，结果用到过期都没用完，最后只能拿来洗地板。日用品还是买小包装的，用完再买更实际。八、减肥产品。代餐奶昔、甩脂机、酵素丸，五花八门的减肥产品，说白了就是割韭菜。真正有效的减肥方法是合理饮食加运动，每天多走2趟楼梯，比花钱买奇迹靠谱多了。9、盲目追求奢侈品。咬牙省吃俭用买个大牌包，别人未必在意，甚至可能怀疑是假货。真正的气质不是靠奢侈品堆砌出来的，强行打肿脸充胖子，只会给自己徒增压力。10、盲目跟风的高端兴趣班。马术、高尔夫、击剑，看起来高大上，但如果孩子没有兴趣，或者家长无法长期支持，最终不过是交了几万块体验费。兴趣班最重要的是孩子愿意坚持，而不是家长的面子工程。11、过度昂贵的婚纱照。拍的时候觉得越贵越好，修片修的自己都不认识，最后成品往角落一扔，就再没翻过。婚纱照的价值在于纪念，而不是比拼价格。12、家用健身器材。跑步机变晾衣架，椭圆机成杂物架，
这几乎是所有家用健身器材的归宿。与其花大价钱买个占地的大件，不如直接每天楼下跑步，既免费又省空间。13. 无效社交聚餐。为了所谓的关系，频繁参加酒局饭局，不仅花钱，还浪费时间。很多场合其实是各取所需，你不去，对方也不会少什么，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。14. 盲目追新的高端手机。不打游戏，不搞摄影，买个1、2千的手机用3年都足够。每年换新机，不过是被商家营销洗脑，功能升级对普通人来说微乎其微。15. 买了就闲置的网红厨电。空气炸锅、面包机、多功能料理机，买的时候以为能天天用，结果用一次就吃灰。买厨电前先问问自己，是否真的会长期使用，否则就是交智商税。16. 过度装修。豪华吊顶，奢华背景墙，住进去才发现根本没用，甚至还影响实用性。装修的重点是舒适和耐用，而不是炫耀。17. 频繁换车。车是消耗品，不是投资品。频繁换车不仅折旧高，还额外增加保险、税费等成本。买一辆合适的车，开到寿命终结才是最划算的选择。18. 冲动购买理财产品。各种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、基金、股票推荐，听上去诱人，实际可能隐藏高风险。投资不是靠热度，而是靠理性分析，冲动跟风，最终只会被割韭菜。50岁以后，真正值得花钱的是健康、家人和自身的成长。那些盲目攀比、面子消费、短期冲动的支出，最终都会变成智商税。看清消费陷阱，才能把钱花在真正重要的地方。